嗨，大家好，我是马克医师，我们又见面了。通常是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我才会跟大家聊一些健康的议题。目前有一个重大议题需要大家注意了，发生在10月9号的时候，南非开始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变异种，叫 B.1.1529。2个礼拜过后 ，WHO 就把它通报为 VBM 的一个变异种。我们知道，我们的新冠肺炎分成了4个等级，从 VBM、VOI、VOC 到 VOVC， 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可能是需要监控，我们觉得有点意识，需要多一点注意，到我们的需要关注，到非常关注的4个等级。也就是说，在10月24号的时候，当我们的 WHO 确定了这个变异种需要被关注的时候，同一天，隔不到24小时，在香港就发现一个南非的旅客确诊，隔离的旅客的对面的室友也得到了这个 B.1.1529的病毒，于是全世界都开始关注了。然后同一天，以色列、欧洲的比利时和南非都不断有案例传出来。隔天，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的 WHO 为这个本来是 VBM 的一个变异种升级为 VOC， 取了一个名字叫 Omicron， 也就是我们的希腊的第15个字母。当它从 VBM 上调到 VOC， 只花了2天的时间。上次我们遇到全世界最大的魔王 Delta， 它是从4月4号的 VOI， 然后到5月11号的时候变成 VOC， 还是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而这次呢，我们的这个大魔王，它是短短用了10月24号到26号2天的时间，确立了它是一个 VOC 的一个大魔王，所以不得不谨慎。接下来可以发现的是，英美甚至到欧盟也考虑了对南非当地采取了限飞令。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因为在当初 Alpha 从英国开始发展出来的时候，各国也是对英国做出了禁飞令，所以会不会像 Alpha 一样会再传染到全世界呢？大家都会觉得想要赶快逃离了南非，尤其是约翰尼斯堡这个地方。开始出现了机场大拥塞。那么不巧，落地在阿姆斯特丹的一班机里面的600人里面，有发现85人是 COVID-19 的病人，高度怀疑这85人也可能是来自于我们最新的 Omicron。那接下来我相信应该会更多的新闻会揭露关于 Omicron， 到底这个南非病毒株会顺利的被拦截在南非吗？也让我们争取到更多时间来去应对。对于这病毒是从何而来，我们只知道，其实非洲在过去这2年来，疫苗的施打完整率其实第一剂不到3成，甚至有一些只有1成左右。然后完整的施打率更是多坐落在2成到1成之间。说没有完整的群体免疫的话，是不是比较容易形成新的变异种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南非当地的公卫统计的一个数字。去年8月的时候，案例开始慢慢累积嘛，我们的新冠肺炎里面占了大多数的都是我们的贝塔，这贝塔是在南非里面肆虐非常凶，但没有传到我们的亚洲。隔一阵子，由于在4月的时候开始了 Delta 的疫情爆发嘛，所以你可以看到2月到5月的时候，我们的 Delta 开始慢慢增加。到了5月3号以后呢，就几乎9%以上都是我们的 Delta。在10月9号开始，它的比例慢慢的往下降，突然间串起的这条线。在短短2个礼拜之内，主要的病毒株从我们的 Delta 变成了 Omicron， 而目前我们的南非这一支的 Omicron 只需要2个礼拜就达到了非常 dominant， 就是非常主要的一个病毒株。传播率从我们的 Alpha 一传4到我们的 Delta 1传6或1传8，会不会比我们的 Delta 传染率更高呢？数据显示可能会哦。那我们等一下来讲为什么。那如果比我们 Delta 传播率还要更高的话，那我们的 R0 值势必要更高。我们的群体免疫可能从 Delta 的8到9成的人要达到了群体免疫，可能要更往上升到9.5%了。这时候并不是说疫苗不重要，反而是疫苗的覆盖率变得更需要。在香港的案例里面呢，比较引起我们一个注意是，南非和对面的加拿大人同样的被隔离当中，那如何是传染到过去的呢？那会不会是它传染方式又从我们的口沫变成气溶胶，甚至变成了空气传播？这就是有待厘清的。之前我们的 Mu 或者是我们的 Delta Plus 都没有变成真正的 VOC，Omicron
为什么可以斩钉截铁的会觉得说它可以变成 VOC？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COVID-19 本身的 DNA， 总共是由1273氨基酸所组成，里面的319到514里面决定了到底它可不可以很好的清人体。当然，在 Delta 里面，我们发现这一段有6个变异的位置 ，Omicron 发现是32个。当它变异种越多的时候，有可能是传播率更高。或你整个1273个氨基酸里面，总构成了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肌蛋白、病毒的细胞核蛋白。在核蛋白里面呢，我们曾经有发现过非常严重的会造成免疫脱逃了，包括了 Delta 105到107、R203K 到 G204，都是在我们的 Alpha、Delta 和 Lambda 里面都发现过，会让我们比较容易产生免疫脱逃。这一次的 Omicron 里面发现了超过50个地方的变异，其中最主要的刚刚说的这前面的，更重要的是还有包括了 S protein 上面的 H655Y、N6779K 这几个的变异点，可以让我们的病毒更容易进入了我们的细胞里面。还有在我们的 membrane， 也就是我们的膜，发现了 NSP6 的缺失的话，会让它更容易感染。也就是说，以上的这重大的变异会让我们的 Omicron 可能更容易造成的免疫逃脱，更容易被传染到。我们就是担心说它的传播率会不会比我们之前的Delta 来得高的原因在这里。那也因为它的免疫逃脱，它的疫苗的效价会不会因此有折损？这也就是未来我们所要知道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它造成的死亡率和重症率会不会比 Delta 更严重？那会不会是因为它一直在变异，我们会测不出来，可能已经在台湾流行了呢？那其实是不会的。那例如我们在以色列啊，或是在南非、香港都已经可以 PCR 测出这个病毒，代表说它不会逃出我们 PCR 的检测。目前我们 PCR 是采用3段的基因检测嘛，都发现可以发现到 Omicron 的病毒，所以它不会逃出 PCR， 所以 PCR 还是一个有用的检测工具。我们相信在进化论里面病毒都会希望宿主细胞不要这么容易死亡，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一个新的 Omicron 传播率应该会比 Delta 来的高，但致死率或者是重症率不一定会比它高。但是疫苗的保护力或是疫苗的群体免疫力可能要涵盖率可能要更高，甚至比8成9成还要高，甚至到9成9以上也不一定。这一切都是未来需要更多的数据来去验证和认识到这个新变异种的问题。那要紧张的是我们的加护病房是否有过多的容载率，因为你要知道台湾的加护病房几乎每一天都是9成以上都是爆满的。目前的好处是因为我们的 mRNA 的疫苗嘛是比较可以快速的制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要知道这个一种的 DNA 定序的话，可以很快速的在半年或3个月之内快速的把它变成我们的第2代的新冠肺炎的疫苗。但问题就是我们要以拖代变，就变成可能我们要实施更严格的封锁病毒更慢的扩散出去。最近有新申请的2家的一个抗病毒的药已经获得紧急 EUA。开心的是，无论是这个病毒怎么样去变嘛，就算肌蛋白变成怎么样，它都还是对它有效的。也就是说，疫苗打的普及率够高，然后我们的口服药是时间的可以投到我们的整个市场，还有我们的公卫介入的 NPI 也够强烈的话，还是可以挡住这次的瘟疫可能经历了大概2年多了，2019年到现在，可能大家有点疲乏，最后的1里路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再忍耐一下咯。希望未来大家还是要谨慎面对了这一个突然而来的 Omicron。下次见，拜拜。